有没有那么一瞬间，你发现自己又掉进了熟悉的情节？又一次在关系里太用力，又一次在失败后过度自责，又一次对别人的评价太过在意，又一次在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，重演了过去的反应。你会怀疑自己，为什么我又这样？我不是已经知道这样不好了吗？为什么我就是无法改变？但亲爱的，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你不够觉察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还有一个部分还在等待那个从未被给过的认同。认同不是赞美，不是肯定，不是成就感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看见你的努力，我接纳你的存在，那种无条件的允许，没有比较，没有要求，没有条件。但也许你从未真正体验过这样的眼神，也许你从小就学会要做好，要乖巧，要优秀，才会被爱。于是你内化了这个讯息，我要变得值得，别人才会留下。你开始用表现来换取价值，用讨好来换取存在，用压抑来换取安全。而这样的你，长大后即使有意识地想改变，潜意识却仍旧固守着那套只有这样，我才会被爱的剧本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重复旧模式，不是因为你没进步，而是那个曾经渴望认同的你，还在等。等一个人来说，你不需要再演了，原来的你就很好。等一个时刻来证明，你可以不完美，依然被爱。等一种眼神，终于不用你表现，而是就这样静静地拥抱你。而那个人，那个时刻，那种眼神，其实不需要再向外寻找。你可以成为那个愿意给出认同的人，你可以创造那个愿意安住自己伤口的空间。你可以对着镜子，对着记忆，对着心跳说，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。我看见你一次次想证明自己的渴望，都是因为你太想被理解。我现在不再逼你继续演下去了，我允许你就这样存在。当你开始用这样的语气与内在对话，你就会发现旧模式的力量开始松动了。你开始有能力选择不同的回应，你开始有勇气站在过去不敢站的位置，你开始有自由，不再活在那个要是我更好一点就好了的假设里。真正的改变不是压抑旧模式，而是看见它为何存在，然后选择不再需要它。而你之所以可以不再需要它，是因为你终于给了自己那份迟来的认同。你不需要再等别人说你值得，你只需要自己深深的、稳稳地、温柔地说出口。我看见我了，我知道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句话，你这样就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有些时候，你明明已经努力，已经改变，已经用尽全力，却总感觉好像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拉着你，让你无法前进，无法突破，无法真正拥有你想要的东西。你以为是外在的限制，是时机未到，是运气不好，但其实那一股阻碍常常不是来自外在，而是来自你自己，来自那个曾经被你忽略的自己。那个在童年里因为太敏感而被责怪的你，那个在关系中因为太渴望爱而被当成太多的你，那个在表达情绪时被冷落、被否定、被误解的你，那个曾经想要发光却被要求安静的你，那些你以为早已过去的伤，其实只是被你藏进了潜意识的深处。你或许忘了，但你的潜意识没有忘。他记得你曾经为了不被拒绝而选择沉默，他记得你为了讨好大人而假装成熟，他记得你一次又一次将真实的自己丢在角落，只为换取一点点被爱的可能。那些你没有回头拥抱的自己，没有离开，而是静静的在潜意识里化为一种深层的不被允许，化为你在迈向梦想时
那种莫名的不安、内疚与自我怀疑。所以你看起来很努力，却总是在关键时刻退缩。你拥有能力，却无法让自己真正接住丰盛。你渴望亲密，却总是在爱里选择隐藏与自我压抑。你不是没有想改变，而是你潜意识里有个声音还在说：我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如果我成功了，是不是会有人不喜欢我？如果我太快乐了，是不是会有人受伤？那不是你理性的声音，是那个你曾忽略，但还在等待你回来的小小自己，在试图保护你，保护你过去的选择，保护那份还没被疗愈的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在无意识中自己绊倒自己。不是你不想飞翔，而是你内在还有一对翅膀，被你小心地收了起来，因为你怕飞起来的那一刻，也会失去被爱的资格。但亲爱的，那不是事实。你不需要再压缩、再否认、再继续忽略你真实的样子。你只需要回来，轻轻地对那个曾经被你放下的自己说：我现在看见你了。你不需要再隐藏，我愿意陪你重新相信这个世界。你不需要再用阻碍来保护我，现在的我有能力接住你了。疗愈不是找出问题，而是重新建立一段关系，那段你与你自己的关系。当你开始用温柔取代压抑，用理解取代否认，那些曾在潜意识里创造阻碍的声音，也会慢慢变成你前进路上的指引。因为你终于让那个被忽略的自己不再孤单，不再缺席，不再成为不能存在的部分。而当你全然地接纳每一个自己，你的人生也会开始回应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整与自由。我们总想快速地离开痛苦，想用正面思考来压过眼泪，想用一切会过去来说服自己忍耐，甚至想假装自己已经释怀，好让这段旅程看起来像是成功的放下。但痛苦不是可以被跳过的阶段，它是一道灵魂的门，一段必须经过的黑夜，是你与自己最深最深的连结。你无法对痛说我不要经历，它不会因此停下来。你也无法对伤说快点过去，它不会因此加速愈合。但你可以改变你怎么看待它。你可以选择，这不是毁灭，而是转化。你可以相信，这不是惩罚，而是重生。你可以明白，痛苦的出现不是让你崩坏，而是让你看见有一块内在还没被爱，还在等待你回来。当你愿意把痛苦视为指引，而不是阻碍，它才会不再是深渊，而是通道。你才会开始有力量，不是逃离痛苦，而是穿越它。这段穿越的过程，也许不会快速，也不会漂亮，但它会是诚实的、深刻的、有力量的。你会哭，会累，会怀疑自己怎么还在原地，但只要你不再逼自己不要有这种感觉，只要你开始学着与痛共处，你就会发现，痛不再是你敌人，它是你灵魂里一个很深的声音在说：我需要你看见我，我需要你爱我。你不能控制痛苦何时来，多久离开，会以什么样子出现，但你能选择怎么让它在你生命里发生意义。你可以让它成为一个伤疤，让你一辈子逃避，也可以让它成为一次洗礼，让你重新诞生。痛苦会撕裂你，但也会开启你，它会让你看见自己的脆弱，也让你看见自己的真实。它会逼你低头，也会教你抬头仰望更大的自己。所以，请不要再问自己，我什么时候才不痛了？请问，我能不能在痛的时候，依然选择爱自己？当你改变了这个问题，你就已经开始改变这段经验的意义。而这份新的意义，会在你内在种下一颗从此不再被恐惧控制的种子。你会发现，
有些痛苦不是来毁了你，而是来让你重建你真正的力量，让你不再只是生存，而是活出灵魂最清晰的版本。你无法跳过痛苦，但你可以决定它成为你生命中的什么。那一刻起，你不再只是受伤的自己，你是那个选择转化伤口、活出爱的人。你曾经觉得撑不下去的那段日子，是不是也曾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？是不是也曾让你想问，为什么是我？是不是也曾在一片黑暗中找不到出口，只剩下反复的自问自答？低谷是生命最安静的语言，它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也不是宇宙在惩罚你、阻挡你，而是它在提醒你，是时候更新你的灵魂版本了。低谷来临时，什么都变慢，什么都停摆。外在的关系开始松动，资源开始减少，情绪开始翻涌。你以为你在崩坏，其实你在清空。你以为你被遗弃，其实你在被保护。因为在高频的宇宙设计里，你不能带着旧的信念，新的能量就会无法进来。你不能边怀疑自己边接住丰盛，你不能一边压抑情绪一边创造自由。所以他带你来到低谷，不是让你跌倒，而是让你停下。停下脚步，重新看见你还在抓着什么不愿放。你还在哪里缩小自己只为了被接纳？你还在哪一段关系里勉强呼吸？你还在哪一种身份里迷失方向？低谷是清理的时间，是重建的时机。它不是人生的空白期，而是灵魂的排毒期。在你以为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其实你正在脱去那些不再属于你的样子，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重置，你正在准备一个全新的频率，来承接更大的祝福。而这过程看起来像是退步，像是孤独，像是失败，但其实你正在提升你的底线。过去你曾经忍耐的，从此不再；过去你曾经妥协的，终于说出界限；过去你以为只能这样的关系、收入、生活方式，现在你开始敢说，我值得更多，我选择不同。这就是宇宙的智慧。它从不会把你推向下一阶段的丰盛，除非你已经学会不再用旧有的自己去接住新的人生。低谷是一种邀请，邀请你相信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我依然有价值。邀请你体会，只有穿越过黑暗，光才有真正的重量。邀请你练习，当一切都不在掌控中，我是否依然愿意爱我自己？你正在长出一种新的稳定，不是靠外在来定义自己，而是从内在发出声音。而这样的稳定，就是你人生新的底线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接受消耗的关系，你不再将就于不属于你的角色，你不再靠努力证明价值，而是靠存在吸引丰盛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害怕低谷，那是宇宙送你的另一种方式的提升课程。它用看似残酷的沉默，在帮你松开不属于你的锁链，在悄悄拉高你的人生设定档。当这一切结束，你会站在比从前更稳的地基上，拥有更清晰的选择，更深的爱自己能力，以及一份你从未想过的自由与宁静。你会明白，低谷不是终点，它只是灵魂准备展翅前最深的蹲伏。你是不是也曾在深夜里忽然感觉眼眶发热，却硬生生把眼泪吞回去？是不是也在众人面前微笑着说我没事，却在转身之后悄悄收拾那份快要溢出的情绪？我们从小被教会要坚强，要理性，要情绪稳定，于是我们学会压抑，学会压缩，学会把所有眼泪藏在心里，仿佛流泪就等于软弱，仿佛哭了就证明自己输了。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你压下的眼泪，不是脆弱的证明，而是灵魂最诚实的语言。
每一滴没有被允许流出的眼泪，都在你的心里找了一个角落沉睡，但它不会真正离开，它会变成喉咙的紧绷、胸口的闷痛、夜里的焦虑，变成你说不出来的疲倦，你没来由的失落，你反复经历的卡住。因为情绪从不会消失，它只会换一种形式，回来找你，直到你愿意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这些我没说出口的话，这些我没哭出来的痛，到底是什么？眼泪从来不是问题，它是灵魂在说，这里还有一份感受，还没被看见。这里有一个我，曾经被丢下了，我还在等你回来。你不用急着厘清原因，也不用马上修复，你只需要给那份情绪一个安全的空间，一个不用被评论、不用被解释的空间，让它可以自然流动，让它可以被你自己完整的接住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从不流泪，而是你敢在需要的时候让自己哭，然后在哭完之后更柔软，更靠近自己，更完整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撑过去就好的时刻，其实都在积累你与自己的距离，而你愿意让自己哭的那一刻，正是你回到自己怀里的时刻。那是灵魂最深的修复，不靠别人，不靠理解，只靠你一滴滴流出来的诚实。请你相信，眼泪不是退后，是前进，不是示弱，是觉醒，不是终点，是重生的起点。当你学会与自己的眼泪共处，你也就开始与自己的灵魂同步。你会知道，原来疗愈不是要变得坚不可摧，而是要回到那个敢哭、敢痛、也敢爱的自己。那样的你，才是最真实、最有力量的你。我们常常以为，所谓的修复，就是改变、改善、修正，是把不够好的地方变得更好，把错的自己变对，把裂缝补平，把情绪清空，然后才能算是痊愈。我们在这样的信念里追赶自己，一边责怪我怎么还这么敏感，一边否定我是不是又退步了，总觉得要再努力一点，成熟一点，圆融一点，才配得起被爱，才有资格说自己在疗愈。但亲爱的，真正的修复从来不是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你终于能够看见，你一直都在，你本来就完整。修复不是把自己重塑成更理想的样子，而是把那些曾经被你遗忘、被你压抑、被你嫌弃的部分，一个一个找回来，拥抱回来，整合回来，然后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根本不是破碎的，你只是不完整的存在着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，都曾经为了生存，为了被爱，为了融入，把自己某些部分切断、收起、藏起来。于是我们变得理性，却失去了感受力；我们变得圆滑，却忘了什么是喜欢；我们变得强大，却再也不敢脆弱。但那些你压下去的自己，没有消失，他们只是静静地等你回来，等你不再逼自己变得更好，而是愿意坐下来，回头对他们说：我现在不想改变你，我只想理解你。你那时候会那样，是因为你正在努力保护我，不是吗？你不是我该丢掉的错误，你是我值得珍惜的一部分。修复的真意是重新建立一种关系，不是你与问题的关系，而是你与你自己的关系。当你不再把自己当成要被修正的对象，你才会真正看见你内在的神圣与智慧。你会开始懂得尊重自己的节奏，不再强迫每一个感觉快点过去。你会开始允许自己的情绪，不再用应该去压抑正在发生的真实。你会开始不再以改变为目的，而是以看见真相为起点。你会在一次次回到自己的过程中，发现原来你从未失去过爱，只是暂时忘了自己是谁。那一刻你就明白，真正的修复
不是从外而内的调整，而是从内而外的认回。认回那个你曾经压下去的灵魂光芒，认回那个你以为不够好，其实最纯粹的自己。完整不是你变得完美，而是你把每一个曾被遗弃的碎片都找回来，然后对着那样的自己说，你从来都没有坏掉，你只是等着被我好好看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